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哥说。有道是炫富方式千千万 ，NBA 占一半。NBA 球星们的炫富方式多种多样，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娱乐话题。首先，我们都知道，在美职篮打球的球员，除了那些签署双向合同和10天短合同的球员之外，年薪基本都以100万美元为起点。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下来，可以说是妥妥的有钱人。至于那些手握顶薪的超级巨星，更是财富滚滚。在 NBA 的圈子里，如果球员在飞黄腾达之后不炫耀一下，那就如同穿着华丽的衣服却在黑夜中行走，失去了很多乐趣。今天的影片，球哥就带大家一起来盘点 NBA 中各种炫富的方式，看看什么叫人比人气死人。入门级。兰斯·史蒂芬森这位球员，想必大家都有印象，特别是詹姆斯的球迷们对他更是耳熟能详。虽然他经常在奥尼尔的5大囧中现身，成为搞笑集锦中的常客，但不要低估了他的实力。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可是联盟中最全能的后卫之一。他曾在单赛季中多次拿下3双，堪称3双王，并且在效力溜马队期间，与迈阿密热火的3巨头正面交锋，屡屡在关键时刻贡献出色表现。正是凭借这些出色的发挥，他在转投黄蜂队后，获得了一份1000万美元级别的年薪合同。然而他的神经刀特质不仅体现在赛场上，也延续到了球场之外。在拿到这笔巨额薪水后，他似乎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干了一件非常他的事情，将大把现金摆在桌面上，进行了一场高调的炫富。尽管这种炫富方式确实震撼人心，看起来非常解压，但仔细想来，似乎有些低调中的高调，甚至显得有些不够档次。毕竟真正的炫富从来不是简单的晒钱。2. 视金钱如粪土。大将军阿里纳斯可以说是励志球员的典型代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 NBA 赛场上打拼出一片天地。然而在成名之后，他的迅速堕落也成为了令人唏嘘的经典案例。尽管他的场外行为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凭借场上的精彩表现，阿里纳斯成功赢得了巨额合同，成为了人们眼中的上流人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财富，反而迅速走上了疯狂挥霍的不归路。阿里纳斯的奢侈生活方式可谓是令人瞠目结舌，他甚至在家中饲养了一条鲨鱼作为宠物，而这条鲨鱼每天的饲料费加上人工费就要消耗他1500美金，更不用提水缸的日常清洁和维护，这些额外的开销更是天文数字。然而这还只是他奢靡生活的冰山一角，或许是因为手头的钱实在太多了，阿里纳斯甚至找不到更奢侈的方式来花钱，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直接用美钞当厕纸。这一举动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批评。许多人认为阿里纳斯的行为实在是过于荒唐，简直是脑残之举。对这一另类的出工体验，你又怎么看呢？在这里，球哥也要友情提示一下，痔疮患者请勿轻易尝试这种另类的奢侈行为，毕竟对健康可不是闹着玩的。3. 真正的撒币。相较于把美元当厕纸这种以恶臭方式炫富的做法，龙王波什的炫富方式可以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来形容。虽然波什因为伤病在当打之年不得不黯然退役，但他职业生涯的成就和他所累积的财富确实让他没有什么遗憾可言。波什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多次入选全明星，2次赢得总冠军，球衣退役并入选名人堂，这些荣誉都证明了他的卓越表现。而在财务上，他也非常成功，赚得了超过2亿美金。在他效力暴龙期间，年薪就已经是1000万级别，而在热火3巨头时期，作为球队的第3号人物，他的平均薪资甚至超过了詹姆斯和韦德。在詹姆斯重返克利夫兰后，球队老板莱利还顶薪续约了波什，这表明了对他的尊重和重视。尽管在热火时期，波什在球队中牺牲了一些个人数据，但他的经济回报却是非常丰厚的，1分钱都没少。因此退役后的波什唯一的烦恼可能就是如何花掉这些积蓄。在一次夜店狂欢中，为了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烦恼，波什当众撒起了美钞，直接引发了全场的狂欢，直接让在座的所有人陷入疯狂，并表示这样的烦恼请多多分享。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展现了他对财富的轻松态度，也让人感受到他愿意分享的心情。4. 迈克尔哪都有我乔丹。众所周知，迈克尔·乔丹的好胜心几乎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他的执着不仅仅体现在对篮球的执念上，还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乔丹的每一次比赛、每一次对抗，甚至每一次简单的比较，都会引发他强烈的胜负欲。对于乔丹来说，只要有比较存在，他就希望自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而如果有谁敢在这位篮球之神面前展现自己的所谓技艺，那绝对是自取其辱。这种无处不在的竞争精神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展露无遗。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安东尼·沃克和乔丹的一次训练经历。
沃克曾经和乔丹一起在训练师 Dim 的训练场馆里训练，在一次训练中，沃克兴高采烈地开着他新买的法拉利跑车来到训练馆。新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沃克自然也不例外。他趾高气扬地对乔丹展示自己的新车，并问道：“乔丹，你觉得我的法拉利怎么样？”这本是一种轻松的夸耀，但没想到却成为了乔丹激发竞争欲的导火索。虽然乔丹嘴上依然保持着礼貌，称赞沃克的法拉利非常不错，但内心的火焰已经被点燃。乔丹的好胜心让他无法容忍有人在自己面前炫耀，而自己却无动于衷。于是接下来的5天，乔丹的行为让沃克大开眼界。他每天都根据自己当天穿的训练服的颜色，精心选择与之匹配的法拉利跑车。乔丹用5种不同的训练服搭配了5辆不同颜色的法拉利跑车。这一系列的举动完全是对沃克的挑战回应。对于沃克来说，这种无声的较量带来的心理冲击几乎是不可承受的。沃克发现乔丹的行为不仅是在炫耀，更是在不断地向他展示一种超越的态度。他感受到的不仅是乔丹在物质上的奢华展示，更是乔丹那种强烈的竞争心和绝对的自信。这种影响让沃克感到深深的挫败，甚至开始产生了不愿再开自己新车的念头，因为每当他看见车子时，都会想到乔丹那种不容挑战的霸主气质。5. NBA 车王。既然刚才提到了汽车，那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巅峰期的沙块奥尼尔。NBA 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中锋之一，外号大鲨鱼的奥尼尔，不仅在球场上无与伦比，在私人生活中同样以其豪华车队而闻名。他对汽车的热爱已经成为他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奥尼尔的个人座驾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辆 5.6 米长超长轴距的劳斯莱斯幻影。这辆车不仅仅是奢华的象征，更是对奥尼尔身材的完美契合。试想一下，身高超过 2.16 米的奥尼尔坐进这样一辆巨型豪车中，简直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此外，奥尼尔名下还拥有40多辆豪车，每辆都是顶级豪华品牌的代表，从兰博基尼到法拉利，几乎涵盖了所有奢华车品牌。据奥尼尔自己透露，每天早上他最纠结的事情之一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一辆车出门。他在一次采访中幽默地说道：“我有40多辆车，我总是想轮着开，但每天都记不清前一天开的是哪一辆。”这一点虽然看似有些离奇，但实际上却不无道理。对于奥尼尔这样一个拥有多辆豪车的车主来说，选择哪一辆车出门就像是每天早晨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问题类似于某海王同时与多名女子约会，结果记不清前一天的约会对象一样。然而，奥尼尔的奢华生活并不仅限于汽车，他在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也同样引人注目，那就是他作为慈父的形象。尽管在球场上，奥尼尔以暴力和霸气著称，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对自己多名子女的宠爱则展现了他温暖的一面，尤其是对大儿子谢里夫的关爱更是显而易见。在谢里夫16岁生日当天，奥尼尔为了庆祝这一特殊的日子，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邀请了400人参加。为了让派对更加精彩，他特意请来了著名的说唱歌手 Postman 担任演唱嘉宾，并且邀请了明星吹牛老爹为他的长子送上祝福。可想而知，这场派对的费用肯定不菲，几乎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豪华庆祝活动。而在生日礼物方面，奥尼尔也毫不吝啬，他一口气送给谢里夫2辆车，一辆是蓝色的兰博基尼，另一辆是吉普牧马人。这样的好礼不仅仅是对谢里夫的祝福，更是奥尼尔对家庭成员的深厚情谊的体现。可以说，这些奢华的礼物和庆祝活动完美的阐释了什么叫做投胎也是一门技术活。6. 空中飞人。说到奢华生活，除了地面上的豪车，天空中的私人飞机也是土豪们炫耀财富的一种方式。购买私人飞机的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2个方面，一个是为了减少通勤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在 NBA 球员中，私人飞机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身份和成功的象征。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特雷西·麦克格雷迪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麦迪与魔术队签下了顶薪合同，并与阿迪达斯达成了终身代言合同，这使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作为对自己成功的奖励，麦迪决定以2000万美元购买了当时现役球员中的首架私人飞机。这一举动不仅为他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其他 NBA 球员树立了新的消费标杆。然而，科比布莱恩特的私人飞机收藏更为引人注目。科比的奢华生活不仅体现在球场上，他在私人飞机上的投入也显示了他非凡的财富和品味。科比曾经拥有2架私人飞机，其中之一是庞巴迪挑战者350型。这架飞机于2013年购买，售价约为1800万美元。科比能够轻松支付这样的开支，每年科比的球鞋代言费用就足以支付这架飞机的费用。除此之外，科比还拥有一架型号为 S76 的私人直升飞机。
售价大约为1300万美元。这架直升飞机为科比提供了更为快捷和便利的空中交通方式。为了彰显个性和个人风格，科比在直升飞机的机身上贴上了他标志性的曼巴标志。不幸的是，这架 S-76 直升飞机也成为了科比生命的终点。在2020年1月26日，科比与他的女儿吉安娜在疑似直升飞机事故中遇难。7. 侠者兼具天下。韦德曾在公开场合幽默地透露，詹姆斯是一个非常抠门的人，他甚至到外面时都舍不得使用手机流量，如果没有 WiFi 的话，宁可不上网。虽然这是一种好兄弟之间的调侃，但这也反映了詹姆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然而，这种调侃并不能掩盖詹姆斯在慈善事业上所做的巨大贡献。实际上，詹姆斯不仅在场上表现出色，在场下也是 NBA 最大的慈善家之一。他的善行和贡献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6年，詹姆斯带领克利夫兰骑士赢得了队史上的第一个 NBA 总冠军。这一壮举不仅为克利夫兰市带来了长久期待的荣誉，也成为詹姆斯对家乡阿克伦的贡献的开端。夺冠后的詹姆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篮球场上的辉煌。詹姆斯承诺为阿克伦地区的贫困孩子捐助4180万美元，这笔捐款旨在为这些孩子提供上大学的奖学金，每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获得4万美元的奖学金。这不仅帮助了无数家庭，而且也让很多孩子能够实现上大学的梦想。这一举动让詹姆斯在社区中赢得了极高的尊重和爱戴，也让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诋毁他的黑子感到难以面对。实际上，詹姆斯的慈善事业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在阿克伦，他启动了一个慈善学校的项目，致力于帮助那些贫困的学子。2018年7月，詹姆斯的慈善学校 I Promise School 正式投入运营。这所学校专门面对阿克伦地区的贫困学生，旨在为他们提供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机会，并且免除学费。除了学校，詹姆斯还投入了100万美元用于修建新的体育馆。他希望通过建设这座体育馆，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使他们能够在体育活动中获得友谊和团队合作的精神。